回去要剪片了。来，我们看哈，来地震工程的简介哈，我们看一下啦，看一下。我很快的讲一下，我看可不可以用1节多的时讲完哈。好，那地震里面哈，你大概要知道我的内容大概这些了哈。好，那地震的概说哦，我们先简单看地震是什么产生的哈。那地震工程里面哈，这门科系里面有这么多的构架啦，有地震，有结构物啦，就结构学，所以比较相关的大概就结构跟大地。那抗震的科技是什么？减震科技是什么？大家简单介绍。地震的风险管理，这是属于其他防灾。那公共工程的结构物里面，机房等等的，这是属于结构体。所以你看，地震学属于那个地科，他们在玩的啦。那我们要懂的是这些东西，你都大概略懂一些。略懂。那地震的传说大概最早讲的地牛翻身啊。地底下有一头牛睡很久，它翻个身，所以地就动了那以前说是个鲶鱼啦。那在1906年的时候，旧金山大地震的时候，已经距今100年了它叫反跳理论了。你知道这样就好了你有兴趣 ，Google 或 ChatGPT 都可以找到你要的答案那以前有说地下有神怪啦，19世纪发生地震都发生在某个地区啊，这人类就开始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发生地震？那1906年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森大学哈利佛德教授提出弹性反跳理论的，这是后来板块理论的基础开始好，那它真的原因是火山爆发、地层陷落、断层移动、月亮、太阳的引力、板块运动。那现阶段谈的几乎都是板块引起的。现阶段好，那这是地球科学地球科学里面告诉我们，地球这个构造其实像个鸡蛋一样，它有核心的蛋黄、外核，还有地函，地函就是蛋白。外面这一层地壳叫做蛋壳，所以地壳是很薄弱的。那这次发生的地震是浅层地震，深度很浅，所以影响陆地很大。所以你先知道这个软流圈，这软流圈是流动的它会流动这里面其实是像煮沸的水一样会滚动。所以如果我以前在上工程材料的时候会讲一些这种东西的流动。其实火成岩、水成岩、变质岩是3个是互换的它不是固定的是因为地球构造的关系那后来发现有6大板块，那台湾在这里，刚好在这个板块的叫接触地方。欧亚跟菲律宾板块，这一块是欧亚大陆板块，这是菲律宾海板块。那这一次发生的是一个逆断层。921之后发觉台湾每年挤压断层，这是海板块琉球海沟然后这边冲绳海潮，然后你可以发现这是地质学里面画的东西那这个你看这边就是断层带。所以你看到每一年7公分往这边挤。你挤到差不多不行的时候，就会发生地壳错动。那板块的推挤是这个原理，对流，因为板块像蛋壳一样，底下的地函它有热量煮，它会往上翻，就会造成这样。那你看软流圈就这样转，它就会往这边挤，所以从中央极扩张往这边挤压，刚好中央极在这边的话，我们这边海板块往这边推挤。所以造成跟我们欧亚大陆板块的推挤，所以形成逆断层。逆断层是技师常考的题目正断层、逆断层，平移断层，平移放在角移，因为角移是这样分开的，平移是这样错开的，所以你要弄清楚，一个是上下，也推挤，一个是拉力，正断层，逆断层是压力，这个部分你先弄清楚好，那它是板块推挤，那你可以看到这一张是地震带。你可以发觉红点越多是地震发生越多的地方，所以你看加州、欧洲比较少，欧洲集中在地中海这一块，那中东这一带这边有地震，还有你看这个是西藏，因为高造山运动嘛，台湾在这里，所以台湾这一带地震很多，日本。所以你知道全世界有地震的地方，这个地方南美也是。
所以你发觉有地震的地方的建筑都做得很辛苦哈，结构 OK。好，那台湾的造山运动是这样，因为海板块推挤，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哈。好，那这个推挤的时候会台湾岛露出地层的年龄，你看它这个工程地址里面会谈到，我不晓得你们修了没有哈？你们现在大二、大三，你们现在大二嘛？大三还大四会开这个课哈。好，那你看地几继承、地什么继承，什么西部海岸是什么样怎么样，你知道就好了。是东部的海岸山脉。好，那这边有花东纵谷、中央山脉、西部山路、西部路山带啦哈，西部海洋平原，所以你看地质都不一样。好，它这边产生了不同的岩石哈。那你看这台湾，刚刚讲那几个带。台湾是这样的哈，你看到没有？冲绳海潮这样，琉球海沟，那这一块是海岸山脉是推挤出来的，哦，那造成这么多岩石，从岩石沉积岩、火成岩、变质岩，哦，好，那这个是整个我们断层带哈，八卦台地、西部山路，好，西部路山带讲错了哈，那中央山脉，哦，你看台湾地区，你看。高山到3000公尺以上，哦，那平地落差这么高，我常去合欢山哦，我很喜欢合欢山。好，这次地震完已经管制了哈。好，那花东纵谷、海岸山脉，所以你看这边的山，你看那么陡，当然是板块运动造成的。哦，你看7海岸山脉断层，6是中央山脉断层，5是梨山断层。梨山断层那次发生很多事情，所以现在梨山整个没落了哈。梨山包括上面那个养茶的，梨山那带的茶现在都，哦，这次地震也影响很多哈。好 ，OK， 好，那这个部分是地震的成因啦哈。